嗨，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灵光一闪，那些你有可能错过、忽略，但却很重要的讯息。那我们的话由左至右是1、2、3，第一个是这个橘红色跟绿色的垫子，然后这个是紫色跟白色，第三个是蓝色跟白色的垫子。那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这个绿色的垫子开始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橘绿色的垫子。那这边的话有一个提示牌，我们最后再揭晓。现在的话，先来看一下你那些曾经想过，但其实它是很重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讯息，然后等一下会抽这个建议与指引。对，那我现在来抽一下。好，圣杯6逆位，隐者牌逆位，这里宝剑5逆位。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呢，你过去闪过那些你忽略但其实很重要的讯息，那这边的话这个讯息有可能是跟你过去的回忆有关，因为这边有圣杯6逆位。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你，或者是过去你的恋人，因为你看嘛，他正位，这样很像两个小朋友在谈那种恋爱，就是很纯情的那种，很单纯的爱。那我觉得过去的话，可能你有闪过说要跟谁复合，或者是感情上啊，如果是有的话，可能会突然想起过去年幼时期有一个很美好的玩伴，然后会想跟他联络，或者是你已经有点忘记了那一段很相处很愉快啊美好的时光，现在你的状态会是比较这种孤独啊，然后独自一人。如果你没有独自一人的话，就是你出去社交完你会觉得很累，你会觉得好像你的能量被榨干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其实独处对你来说是一种修复你的精神啊还有体力的一个方法。有的人是透过跟别人社交去获取能量，但这组的朋友们其实比较适合多休息，然后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跟想钻研的东西上面，投资自己的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你第二件忽视的事情，就是你会忘记要去投资自己。你可能会想说你要去学什么课程，开车也好，语言或者是一些技能，你会突然想到，但是后来可能生活太忙碌，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去耽搁了，或者是我们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啊，下一次再学啊，有空之后有空的时候再学，然后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得到延宕这样子。就第一件事情的话是你会有点忘记过去你生活中那种很纯粹美好的，因为这边看你的状态现在会是比较在这种宝剑5的状态，就是你不想要去参与别人的奋斗，然后你觉得这个世界让你很疲惫，就是很多如果你看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新闻，就会有很多你争我斗啊，或者是一些八卦，就是不太好的讯息，就是那些看久了也会让你觉得精神很疲惫。所以他这边其实如果还没有抽建议的话，我会觉得他这边在说你会有点忘记向内看这件事情，然后忘记了过去那种单纯啊纯真的过往的感觉，会比较看到世界比较世俗啊跟黑暗混乱的那一面。对，但其实忘记了过去自己的生活之中也是有这种纯真啊跟美好的这一面。那这个圣杯6逆位呢，也有可能代表原生家庭，就是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课题要去处理，比如说跟父母关系的相处啊，或者是跟小孩之间可能
太久没有关心小孩，然后心里有的时候忙碌工作，会觉得，小孩好像是需要自己陪伴跟照顾，但你会觉得说，可是我很忙，我哪有空照顾他？会导致你们这个亲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不论你是小孩的角色，还是这个父母的角色，你都会觉得说，在这方面是比较孤独的，对，没有办法去好好处理。那这边来看一下这个建议，我们给予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圣杯10逆位，圣杯皇后逆位，跟都是逆位，金币皇后逆位。这一组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它是有对应到上面的讯息的，就是你这个圣杯皇后逆位，有的时候你会限制自己不要去共感太多，或者是想太多。但是如果太限制自己，不要去想太多，控制自己要很理性的活着啊，或者是要像别人一样不要想那么多，那情绪有一天就会爆炸。那可能爆炸的话会炸在比较亲密的，像这圣杯6逆位这种家人啊，或者是身边比较亲密的人，但他们又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会觉得有点无辜。所以这边我觉得在提醒你说，你要去适时的，不好意思，镜头一直我瞧一下好吧。你要去适时的去释放你内心的这个情绪上的压力，然后在工作的忙碌之余啊，要给一点自己空间跟时间去喘息。又或者你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假设你下班很累啊，然后小孩又来吵你，就是说可能要你陪他做功课啊或什么的，你就跟他说很累啊，去问老师或什么的。但其实对小孩来说，他可能只是想找个话题跟你聊，想要跟你亲近。那当这种时候你都不愿意做，到时候他如果长大了，他就会觉得，小时候我跟你讲，你也没想听，那长大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也都不用跟你分享啊。就是你们那种亲密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现在如果你脑袋有闪过这一些事情的话，你就要去特别的小心跟注意。那如果是伴侣上也是，你如果觉得伴侣很烦啊，然后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沟通，那你们之间后面也会变得比较疏离。然后这边是圣杯10逆位跟这个钱币皇后逆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在自我成长上啊，会觉得说，他这边是说要再更脚踏实地一点，不是说你们不脚踏实地，而是说有些东西是需要慢慢来跟时间累积的，但你们可能会在脑中想，然后思绪上比较混乱，就会不知道自己要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或者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一口气达到我心目中完美的这个样子。但其实很多时候，不论是工作也好，还是个人成长也好，都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对，然后这组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花钱花比较凶，然后用物质的东西满足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话，要特别注意，因为可能会有一点太超过，就是买太多啦，然后有时候买完可能也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对，然后记得要多投资自己，让自己的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你就不会觉得很空虚，然后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支持自己。对，我觉得这一组主要的内容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事件可以帮助你在这个人生之中掌握更多的这个机会。那这个你看它这边有木桶，你觉得生活中缺少某些东西，也许是爱、金钱或目标。那我觉得你如果会觉得缺乏这些东西，就像刚刚讲的，多花点时间跟自己或者是亲密的人相处，然后情感上的交流。这组的人如果是比较强势，然后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示弱的话，我觉得你如果跟别人说你比较脆弱的那一块，他们会想说，原来你也会这样子想哦，会觉得你蛮有亲和力的哦，而且他们也会一起帮你想办法解决，你就可以感受到之前这种纯正的爱的感觉，就是可以把事情过得更简单一点，不用想得这么复杂。我们来看一下你
接下来怎么那么多张？再抽一下，等一下，再抽个2张好了。这组，等我一下下哦。抽个2张，就是还有什么样的细节是你们要注意的？好，这里，刚好2张。好，这个刚刚有出来，羽毛。你认识的某个人可能不可靠跟不真诚，这边其实有对应到这个宝剑五，他有可能会带你去挥霍啊，跟沉溺一些物质的东西之中，我自己这样觉得啊，有可能被骗钱，所以这组的朋友们要小心。然后另外一个是强烈的情绪、浓烈的爱恨，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对于这个情绪上的疏解啊，要去找一个方式去处理，而不是觉得说旁边的人就是带给你这些情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气啊或愤怒，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会有一些不满或者是烦躁。对，就像我如果没有吃东西就很容易愤怒，就可能对方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愤怒，所以我后面就学会要先让自己吃饱，再去跟别人社交，才不会把情绪就是感染到别人身上。对，那这一组的朋友们的讯息都到这里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谢谢你们的收听啊！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下次见咯，拜拜。嗨，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抽到的是这个紫色的垫子，那等一下我们会再来揭开这个，就是你生活中可能错过的一些细节。那我们现在先来抽一下，哪些是你忽略但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好，这边女祭司逆位，权杖4逆位。跟权杖2正位，这一组的朋友们呢，你们错失的这个那一瞬间，可能是你的灵感。就这一组的朋友们其实是比较敏感，有的时候直觉力很强，然后你可能不太照你的直觉做，就是你会不太相信你的直觉，那后面就会有这个吃亏的状况。对，就会发现其实后面就跟你那些直觉一样啊。就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对应着你的直觉的，但你通常没在听，所以就会错过一些很重要的讯息。那第2件事情呢，是这个权杖4逆位。权杖4呢，它其实是代表家人、家庭稳定的状态。那可能最近这个家里啊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状况会发生，是需要你去处理的，但你可能会觉得心比较累。这组的朋友们最近可能因为星象的关系，或自己的事情比较繁忙，就没有办法顾及这么多。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不然这件事情先放着好了，也没有这么的急迫性。但这件事情其实是你需要去注意到的。这组的朋友们其实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好了，就是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那如果你怕忘记的话，可以用手机啊先记录下来。那第2个是权杖2正位，那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他这边是提醒你说，你看这个女人嘛，她是看着这个球，就是要你看远一点，站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看这整个地球，而不是人在这个地球中然后看这个世界，它是不一样的。把那个观点放大，然后去更多的看到自己的这个需求跟整个事情的运作的方式。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他给你的建议是什么。权杖4者正逆位，宝剑8正位，钱币2，
正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啊，可能会有小看自己的状况发生，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你会不相信你的直觉，不相信你所看到这些东西，可能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觉得好像是别人讲的这样但后面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我想的那样才是正确的。那他给你的建议的话是，你要去多多正视自己的内心的想法，然后有些时候做事情不要太冲动。因为你有可能做了，然后就照你的一些想的不够仔细，然后就去做，然后后面就会发现好像跟原本想的不一样，就会很容易后悔。那最近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不过你最近的这个财运蛮好的，就是要做什么事业啊，或者是工作，最近会蛮容易上手的，可以再多观察一点。对，然后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敞开心胸的去接受各种可能。那如果这边权杖4不是代表家庭的话，它也有是过去的框架，因为你看这边是有4根啊，它其实是可以用出一个柱子的这样感觉，就是你可能会被过去的框架或者是你的学习经验给引导到那个方向去。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学更多新的东西或者是新的知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得很快嘛，所以我们要跟上他的脚步的话，就是要多学习新的东西跟知识，才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时候进行更准确的判断。对，可以多练习聆听自己的声音。这组的朋友们会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智慧，但其实你们是很聪明，然后很有洞察力的一群人，多用自己的这个功能啊，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边的话有这个和解，它是凤梨。你可能会跟你内心和解，过去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总是不够优秀啊，然后有一些地方总是没有做得很好，但这边你会找到跟自己和解还有平衡的一个方式。那这边金币2的话，你看它有这样子交流的感觉，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要多跟自己的内心去交流，找到自己会不相信自己然后不自信的原因。对，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对生活的不满意，跟你将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不同的角色，你会从这个比较被动的状况，不相信自己的状况，慢慢的与自己交流，更相信自己，然后这个你的世界的主导权会到你自己的手上。因为这些生活的不满意，来去触发你更相信自己，与自己更加相处，然后掌控自己的人生。对，那这一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谢谢你们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嗨，第3组选择蓝色垫子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有抽到2张这个。我要先公开，前2张都不是先公开，但好像没什么差。这个是成功的克服问题，还有危险尤其是与金钱相关的事物。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你会错过什么样的讯息，但它其实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钱币8正位，马上出来跟钱有关的牌。圣杯8正位，宝剑侍者正位，都是蛮正向的牌。这组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错过的机会是，不一定错过，就是可能想到一下，但没有太放在心上的事情是，可能是跟钱有关的，因为他这边有说危险，尤其跟金钱有关的事物嘛。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你有可能在耕耘啊，或者是做某一件事情上，然后他其实有闪过一些目标，这边有这个权杖侍者，你需要紧盯着那个目标，努力的工作，去勤奋的工作。然后离开这张牌的话，它其实我觉得这组的牌蛮明显的。通常圣杯8会有一个离开的意思，你可能要离开那些已经不适合你的事情，你内心其实会知道，就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不论是公司也好，家里也好，哪个地方让你难受，其实你就要离开那个状态，
但这边如果搭配这个成功克服问题，我觉得这个离开是要离开那些会让你诱惑跟受伤的地方，比如说你可能正要工作啊，然后有一个目标已经锁定了，要出去玩。不对，就是已经锁定了，正要做的时候，你的朋友找你出去玩，然后你可能就想说，要不要跟着他们出去玩啊之类的，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完这件事情。可是你的脑袋其实是有闪过说，你要先把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先做完，你才可以出去玩，会有一点这样子的状态出现。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建议与指引。好，权杖8逆位，宝剑3逆位，圣杯5逆位。这一组的朋友们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心情比较急，然后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好的状态出现。就是可能你跟朋友出去玩回来之后，发现事情都还没做好，你就想要赶快把它做完，可是心情很急，但那个事情又做得没有到很完善。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着急，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会没有办法照顾到全局，所以这组的朋友们会有这样子的状态。那离开的话，我觉得是你要去离开那些过去让你伤心负面能量啊，可能会绑架你一些 PUA 你的人，就这边感觉有人会被 PUA 这样子。对，所以你要去离开那些对你不好，然后你明就要努力的，然后他们会泼你冷水啊，或者是找你出去玩干嘛干嘛，有一堆问题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你变得更好，他们只会一起拉你下去，没有办法帮助你克服问题。但如果你其实认真起来做，你很快就克服了。然后这边还有圣杯5逆位，你有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悲观的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好啊怎么样的。但其实你只要认真做，你要完成这件事情是很快的。就你的人生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只是可能你的那个视线会比较集中在这种比较悲惨，然后自己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出现。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这个家庭愿望的成真，这个家庭愿望的成真呢，就是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事情成真，它就会成真什么样的事情。就如果你希望家里和乐融融，你就会家里和乐融融这样子。那再来抽一下，看有没有。等我一下哦。好，好，这边的话有来自朋友的建议，你要去听取是好的建议，还是说，会伤害你啊，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建议？然后要克服主要的挑战。通常出现这些牌，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更多的是你要去慢慢的累积跟实践。这边的话，做一些冒险的事情，碰运气，跟你会被指引方向。你要做这件事情啊，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把握或自信，但他这边跟你说，你就是认真的做。有些事情，你如果要创新，它是需要一些冒险的精神。就如果你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是需要冒险的精神的，对。但你要内心要相信，然后你会被指明方向的，不用担心这一组的朋友们。好。那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谢谢第3组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